将军镇守边关10余年，手握重兵，劳苦功高。若肯入我东宫阵营，日后太子太傅一品君侯，都是将军囊中之物。臣只知奉旨守疆，不敢涉楚军党争。殿下厚爱，臣受不起。将军别急着回绝，日后总有想通的时候。夜深了，本宫就不留你了。软硬不吃，不肯归顺，这般手握重兵之人，留着终究是祸患。劳烦通传父王，儿臣有关乎江山社稷的要事，急需面禀。什么事？大清早的慌慌张张。父王，儿臣查到铁证，镇国大将军私通北匪，暗中培植私兵，意图谋反割据一方，这是他勾结叛党的名字。好一个忠君报国的镇国将军！传朕旨意，即刻革去审策所有官职，羽利军随李公人围抄将军府，全府上下押入天牢候审，任何人不得求情。奉天承运皇帝诏曰：为治世之道，守在城间，安邦之本，莫先除逆。今有镇国将军不思报国恩，反怀狼子心，私通北武，暗结匪类，意图割据一方，背叛社稷，革去一切官职爵位，赐死，枭首示众，以谢天下。其余子女一律流放边荒，终生监禁于苦寒之地。朕意已决，勿再求情，钦此。谢主隆恩。惊鸿，好好活下去，照顾好妹妹。我沈策无愧于朝廷，只愧对我的2个女儿。念完，念完，念完。你找吃的，你醒醒。念完，你昨天还说想吃热的，姐姐没用。求求您行行好，赏口吃的。我妹妹已经2天没吃东西了。别挡路，臭乞丐！你够了，能买半块饼。连一个铜板都不留给我。求求您行行好，我妹妹8岁，她饿得走不动了。奇怪，风沙这么大吗？骑这么慢，快跟上我！
姐姐，快跑！沈静华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大小姐，您怎么了？刚才他的手在发抖。姐姐，姐姐不哭，夜晚给你吃糖。他还会叫我姐姐。去军营堵人，回来就抱着二小姐哭到现在。姐姐，是不是有人欺负你了？念晚去打他。前世也是这样，念晚才8岁，就会攥着小拳头替我出头。你走路不看路啊！不管对方是比他高多少的大人。后来他用小小的身体挡在官兵面前，替我挨了那一棍。不要打我姐姐！他才8岁。没有人欺负姐姐，姐姐只是想你了。夜晚一直在呀。姐姐不会再让你出事了。这里要写直一点哦。只能玩一小会儿哦。姐姐做的好吃。大小姐好像一夜之间长大了。
时候没有暖烘烘的被窝，没有软软的枕头，念婉还是喜欢拱进我怀里。姐姐抱着念婉就不冷了。大小姐，傅家那位公子今天在军营门口站了很久，他问您是不是病了？傅云峥，前世他在军营门口被我调戏，后来封了镇北王，在我最绝望的时候，连马车帘子都没掀开。春桃，传我的命令，从今往后，沈家和镇北王府势不两立。以后他来找我，就说我不在，不管他来多少次，都不在。不要让念婉知道任何关于他的事。春桃，你一定要照顾好小姐。伺候大小姐这么多年，知道什么时候该听话。傅云峥会出现在哪里，我再清楚不过。军营门口、校场、城东的兵器铺，前世我堵了他3年，这些路线已经刻进了骨头里，现在想躲他也是易如反掌。他怎么在这里？他平时这个时辰应该在军营。沈大小姐，傅云峥还没封镇北王，还没变成那个冷漠的人，但我不能让他靠近念婉，不能让他再出现在我们的命里。姐姐，你怎么了？将军，怎么了？没什么。沈大小姐在躲将军。午后亲自下厨给妹妹做点心，晚上守在床边，直到二小姐睡着才回房。唯一奇怪的是，每次您出现在她周围，她都会提前绕路。将军，还有件事。沈大小姐今天回府之后，去了一趟她父亲的书房，她把最近3个月朝堂上针对沈将军的弹劾全部整理出来了。太子党的、御史台的、兵部的，每一份都标注了反击策略。沈将军今天在朝堂上按他的策略驳回了3道填河，太子那边的脸色很难看。继续盯着，不要太近，不要让他发现。是。
将军，属下多嘴问一句，您为什么对沈大小姐这么上心？半年前，她可是当众……不知道，所以才要查。沈惊鸿，你到底在怕什么？爹，太子弹劾您粮草虚报的事，您先不要自辩。那份驻军清册是2个月前的旧数据。北境上个月刚调了2营兵马换防，只要把换防令最新记录呈上，弹劾便站不住脚。你怎么知道北境上个月调了换防？我当然知道，前世这份换防令是父亲被弹劾后才翻出的。这一次我不会让他抢先。我听您幕僚说的。爹，您现在最重要的是不能慌。太子下一步会拿您的旧部说事。赵将军在河图，李参军在盐山，您快写信让他们防备。几个月前，他还是在街上惹祸的野丫头，现在他条理清晰，连幕僚都不知的部署，他一清二楚。惊鸿，你老实告诉爹，这些事儿你是怎么知道的？我沈策无愧于朝廷，只愧对我的2个女儿。爹，你信我吗？好，爹信你。大小姐别慌，是副将军的人，他们在府外巡逻。老爷说不用管，随他们去。姐姐，外面是谁呀？巡逻的兵。是不是上次胭脂铺姐姐躲的那个哥哥？念婉怎么会记住他？明明只见过一面。前世我攥着他冻死在破庙，今生待他只为提醒自己远离他，可他为什么偏偏要来靠近我？这只是暴风雨前的平静。前世太子第1次弹射失败后，立刻发动第2轮攻势。儿臣要弹劾沈策，目标是父亲兵部的旧部，他手里有太子亲信贪污的粮草账簿，我必须在太子动手前拿到他。
傅云峥，你又来了。他每日只睡3个时辰，究竟在准备什么？姐姐，夜晚睡不着，想姐姐陪。这份名单比我自己整理的还要详细，谁会给我这个？父亲不会，七殿下来不及，傅云哲，只有他。连贪腐数额都查到了，他花了多少时间查这些？堂堂将军大晚上趴围墙偷窥，传出去不得笑掉大牙？傅云峥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姐姐，好了没有呀？再等一会儿，先早了高会他。1、2、3、20、50。大小姐，刚才门口有人送了这个来，说是给二小姐的。这个字迹我认识，前世我在军营门口堵了他3年，看过无数次他签的军令状。傅云峥，送东西的人呢？已经走了，是个年轻副将，放下就走了。
姐姐，这是谁给的？傅云峥送桂花糕给念婉，他什么时候注意到的？姐姐，这个糕比姐姐做的好吃。但是没有姐姐做的甜，姐姐做的最好吃。将军，那天的侍卫名单调出来了。管事当天也在，属下查过了，这个人不是禁军编制。继续盯太子府。另外，把沈将军在兵部的旧部名单调出来。是。儿臣有本启奏：北境最新军报，镇国大将军沈策在雁门关一战中按兵不动长达7日，儿臣已调取当日战报及雁门关守将证词，请父皇过目。太子的消息果然灵通，雁门关的战报昨天才到兵部，今天早朝他就已经准备好了弹劾朝子，看来兵部有他的人，而且不止一个。沈将军身为主帅，做事有君覆没而不救，不是失职，是蓄意。结合前几日那份通敌信，父皇，沈策此人不可再用。父皇，儿臣也有一份奏报。雁门关当日并非沈将军按兵不动，而是太子殿下的亲信东宫左卫帅周怀擅自调动了沈将军的后援兵马。周怀假传军令，命雁门关守军原地待命，即使前线无法驰援。这是周怀的调令原件。七弟，你这份调令从何而来？周怀是我东宫的人，但他从未接触过北境军务。正是因为他从未接触北京军务，所以他的调令才是伪造。伪造军令者，按律当斩。退朝。沈将军，你运气不错，但运气不会一直好下去。他冲着沈家来的。姐姐先吃。沈将军，今天朝堂上的事儿你也看到了，太子已经不惜用伪造军令来构陷你，下一步只会更狠。恕我直言，您不能再被动挨打了。殿下，沈家世代忠君，我不想卷入谈争。沈将军，您不想，太子未必会觉得你不想。从他在围猎场对你女儿出手的那一刻起，您就已经没有退路了。爹，七殿下说的对，太子要的不是您认罪，是您的兵权。就算您辞官归隐，他也不会放过您。朝堂上被夺了兵权的人，有几个能活着走出京城？我在北境带了20年兵，太子容不下一个手握重兵又不肯站队的人。我死了不可惜，但惊鸿和念婉不能跟我一起死。殿下打算怎么做？沈小姐这张图比我府里的幕僚画的还详细。殿下过奖，我只是帮父亲整理了一些资料。他在撒谎，这些情报不是闺阁小姐能接触到的，每一条都需专人探查，但他不愿说，我便不问。沈将军，我欠您一条命。3年前北境仗，我督战中埋伏，是您从死人堆背我出来。您背上3处箭伤，
都是替我挨的，我不是拉拢，是来还命。殿下言重了，别这样。救驾是臣的本分。是不是本分，我心里有数。沈小姐，有件事我一直想问，你为什么这么信任我？因为前世你为沈家说过话，登基后为沈家平反。因为殿下在朝堂上说了一句话，您说沈策通敌证据不足。姐姐，那个哥哥是谁啊？他是七殿下，以后他可能会经常来。他笑起来好看，不像上次那个穿黑衣服的，笑的时候念婉怕。穿黑衣服的太子，念婉还那么小，已经能分辨出谁的微笑里藏着刀。念婉不怕，姐姐以后不会再让任何人欺负你。姐姐也不要怕，念婉保护姐姐。前世念婉说同样的话时，她只当是小孩子的童言。后来念婉真的用身体挡在官兵面前，替他挨了那一棍。念婉才8岁，8岁的孩子不该害怕任何人的笑。禁军，太子最后一张牌一定在禁军里。小姐，留下吃晚饭吗？不必了，念婉还在家里等我。太子的人能在七皇子府附近堵我，说明他们一直在监视萧景渊。他今天下午来将军府的事，太子已经知道了。你先走。沈大小姐，有人让我们带句话：不该查的账册不要查，不该帮的人不要帮。今天只是警告。念婉还在家里等我，我不能死在这里。完了。没受伤吧？
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？沈小姐，将军每天都会在附近巡查，自从上次围猎后就没停过。副将军，有些人即便是你也得罪不起。撤！他每天都在附近巡查，从围猎之后就没停过。他一个寒门出身的将军，刚被太子弹劾过，不该躲着是非吗？谢谢。上车，我送你回去。将军，那我呢？自己回去。将军，将军！前世也是这条街，我牵着念婉沿街乞讨，他的马队从旁边经过，我跪在地上磕头，他的马车连帘子都没掀。现在他骑马护在我车旁。你的袖子破了，钥匙新的，没用过。傅哥哥，摔不下去。姐姐说念婉爬树比男孩子还厉害。傅哥哥，你为什么每天都在外面站着？姐姐说你只是巡逻，但念婉觉得你不是。你在保护姐姐，对不对？在仓库，姐姐身上好多血，念婉怕。傅哥哥来了就不怕了。以后不用怕，坏人不会再来了。念婉，你又爬墙！姐姐，他在跟我说，谢谢上次的桂花糕。姐姐，傅哥哥有家吗？傅哥哥有家吗？问这个干什么？念婉觉得他一个人在外面站那么久，
肯定没有家里人在等他吃饭。下次我可不可以给他送2块桂花糕？傅云峥，前世他从寒门小兵一路厮杀，成了威名赫赫的镇北王。封王之后也一直独居，府里连个侍妾都没有。那时候京城的人都说他孤僻、冷血、不近人情，但我不知道，他一个人坐在王府里吃年夜饭的时候在想什么。随你。沈惊鸿，你到底在怕什么？念婉，你为什么不怕我？嘘。前世这个时候也是这样的秋夜，我带着一群跟班在街上纵马，惊得沿街摊贩四处躲避。那时候我觉得天底下没有什么事儿值得我烦恼。父亲是大将军，圣上信任沈家，妹妹活泼可爱，我以为这样的日子会永远过下去。是他，他又来了。你每天晚上都在外面？不用睡觉？行军打仗习惯了，一天睡2个时辰就够了。你为什么怕我？我没有怕你。你在躲我？从那天在军营门口你收回手开始，你一直在躲我。你看到我就跑，你宁愿绕3条街也不肯从我面前经过。他迟早会问，我该怎么回答？说前世我跪在他马车前磕了3个时辰的头，他都没掀帘子。说念完死在我怀里的时候，
我对着他马车消失的方向喊了100遍他的名字，他一个字都没听到。说这些事他都还没有做过，但他将来会做，他怎么可能相信？副将军，你有没有做过一个梦，梦见自己死过一次？梦里有一个人，你很想救他，但你没有。你看着他死在最冷的冬天，手里还攥着你的东西。你醒过来，发现那个人还活着，就在你面前，但你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他，因为你的梦里是你自己选择不救他的。如果那个人知道我后悔了呢？后悔有用吗？沈惊鸿，副将军，谢谢你每天晚上在外面守着，但以后不用来了。我和念婉不值得你浪费军务时间。将军，今晚还守吗？守。值得，我会来，不是因为军务。末将求见沈将军。傅云峥，寒门出身，护驾有功被提拔的年轻将军，杀伐果断，不结党不营私，连太子都拉揽不动他。几个月前，惊鸿还当众调戏过人家。他来干什么？副将军说想跟沈将军谈北境换房的事儿，另外想顺便拜访沈大小姐。副将军来了。带念婉去后院玩，别让他出来。傅云峥地拜帖上门，他以前从来不走正门，都是翻墙。今天地拜帖是要把之前那些翻墙、送桂花糕、守夜的事全部摆到明面上来吗？他真的来了。沈小姐，副将军，请坐。副将军所来何事？沈将军，末将今天来是为了2件事。第一，北境换防的军报末将已经看过了，您提议的雁门关增兵方案并不卡了批文，末将在兵部有相熟的同僚，可以帮您疏通。为什么帮我？因为雁门关增兵对边境防务至关重要。太子卡批文是为了逼您出错，不是为了国家。第2件事，末将想向沈将军讨一个差事。沈府外围的巡逻目前是末将的人在负责，但沈将军的私兵编制有限，有些地方覆盖不到。末将想调2队人驻守将军府侧门和后巷，不需要沈将军出粮饷，末将自己解决。
调2队人驻守侧门和后巷。他一个北境专组的将军，管的是边境换防，不是京城治安。他凭什么调兵来守我沈家的巷子？除非不是为了军务，是为了别的事。副将军稍坐，老夫去更衣。你自己惹回来的人，自己招待。爹，你这就撂担子了？副将军还有什么话要说？念晚上次送的桂花糕很好吃。他递拜帖，谈军务，调守军，然后说桂花糕很好吃。那是我做的，念晚非要分你2块，拦不住。明天我还会做。你来的时候不要翻墙了，侧门有路。姐姐，这锅为什么比念晚那锅香？这锅糖放少了，不好吃。你吃那锅。姐姐骗人，那锅明明比念晚这锅好看。姐姐偏心。干桂花，他回礼是干桂花。这是一个循环，一个我可以随时中断，但也可以永远继续下去的循环。从那天开始，侧门成了我们心照不宣的交换站。我每隔2、3天会在侧门放一包桂花糕，每次傅云峥取走之后，都会在原处回礼，有时是干桂花，有时是几枝野花。傅哥哥这块是我的，姐姐说这个做的更好吃。沈惊鸿，又是沈惊鸿。他以前不是只会骑马逛街，调戏寒门子弟吗？怎么忽然变得这么难缠？这下请看。不眼线，替父亲分析军报，通过商行在江南置办铺面。每一项都和一个纨绔恶女的画像对不上。殿下，沈惊鸿身边最亲近的人就是他妹妹沈念婉。上次绑架虽然被傅云峥搅了局，但属下注意到一件事：沈惊鸿为了救妹妹，会不惜一切。一个人只要能跳动，就能击溃。围猎那天，沈惊鸿把妹妹护在身后的姿态，暗巷里一个人面对4个刺客的样子。他不怕死，但他怕妹妹死。北境换防下个月就要定案，在那之前，
必须让沈策自乱阵脚。沈惊鸿不出，沈策就乱不了。既然傅云峥已经把他护得滴水不漏，那就让他自己犯错。他不是想当护花使者吗？那就让他在军务和私人感情之间做选择。驻军换防期间擅离职守，按军规是什么处分？按律应革职查办，情节严重者可处军棍80。安排下去。下月初1，北境军报会到兵部，到时候傅云峥必须在军营里等着交接。挑同一天，给沈惊鸿一个不得不离开京城的理由。让他去城南庄子，就说那边有人在等他。傅云峥要是不拦，我们的人就在城南动手。傅云峥要是拦了，他就等着被革职吧。这是陷阱，但我还是得去。如果我不去，太子会换别的法子，甚至可能直接对念婉下手。爹，无论发生什么事，今天都不要离开将军府，也不要让念婉出房门一步。爹，信我就别问。萧景瑜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你妹妹的命比这些鸡值钱，下次不是鸡，下次不是鸡，下次是念婉。他们用满院子的死鸡杀念婉，就像杀这些鸡一样容易。你告诉我，傅将军，请签字吧。签完这批换防令就生效了。从这里策马到城南庄子需要半个时辰。秦风的信号已经到了，说明沈惊鸿已经出城。太子的目的不是杀他，将军，快签吧。是逼他恐惧，逼他犯错，逼他身后的沈策自乱阵脚。但万一这次不是恐吓，万一他真的需要我，我出去一炷香，回来签。傅将军，军务不可延误，您这是在拖延。太子的笔记，太子要动念婉。萧景翳，傅将军，您刚才擅自离营，这批换防令
因您个人延误，被兵部打回重审。另外，太子殿下有令，傅云峥在军务交接期间擅离职守，着即日起停职待查。您的佩刀，请交出来。将军，您明明知道那是太子的陷阱。陷阱是真的，他也是真的。雁门关增兵可以等，他不能等。以后不要一个人去。城南庄子，还是别的什么地方，叫上我。你被停职了，因为去城南。不全是。他为了去城南追我，丢了军职。前世他连马车帘子都没掀开，今生他连军职都不要了。傅云峥，你到底在想什么？你听说了吗，傅将军？我知道，听说傅将军擅离职守，被革职了。傅云峥将军在军务交接期间擅离职守，被太子党抓个正着。傅云峥被革职了，朝堂上没有人替他说话。他本来就不结党，不送礼，不应酬，朝中没有一个盟友。将军不让说，但我觉得沈小姐应该知道，她的佩刀被收走了。军法官说，如果太子再往上递一道折子，可能要打军棍。给他，别说是我让你送的。这个敲窗的节奏，不是秦风，是他。你疯了？大半夜翻我家围墙？让我爹看见打断你的腿。沈将军今晚不在府里，兵部连夜找他议事，所以你就敢翻墙？什么事不能等到明天？明天太子会在朝堂上正式弹劾我，可能会被调离京城。调离京城？前世傅云生被调去北境之后，京城里再无人能牵制太子。沈家被满门抄斩时，他远在千里之外。太子这次不是冲他，是冲沈家，把他调走，等于断了父亲在京城最有力的外援。你大半夜翻墙，就是为了告诉我这个？声音能传3里，如果我不在的时候出了事，你吹这个，秦风认得这哨声，他会来。北境军哨，
前世我听北京士族说过，傅云峥每次冲锋都吹这枚哨，哨声一响，全军压上，从不后退。他把从不离身的哨旨给了我，为什么给我？因为我怕来不及。你不会被调走的。我让父亲把你调进他的北境换防专组，不是以副将军的身份，是以专组成员的身份。太子可以停你的职，但不能干预兵部的人事调配。雁门关增兵方案的签批权还在你手里。你什么时候做的这些？你被停职的第2天，你以为我只会做桂花糕吗？他在我被停职的第2天就把所有后路都铺好了，从来没有人替我挡过任何东西，他是第一个。调令收到了，专组的印系今天送到。梨花是城北温泉庄子摘的，以后不要熬夜。父皇，傅云峥军务交接期间擅离职守，按律应革职查办，此折时间、地点、人证俱全，还附了军法官的签报。陛下，傅云峥当日的确离营片刻，但他离营是为了追查太子殿下身边人泄露军机的线索。这是兵部刚收到的密报，证明东宫左卫帅周怀曾私自调阅北境换防方案，并将方案泄露给了敌国探子。沈策什么时候拿到了周怀的密报？我让周怀把所有痕迹都清理干净了，除非有人提前截获了周怀和敌国探子的通信。傅云峥，一定是他，他在停职之前就已经开始查周怀了。父皇，傅云峥离营一事另有隐情，他并非擅离职守，而是受兵部之命调查泄密案，此事2臣可以作证。另外，北境换防专组的印信今日已送达傅云峥处，他是专组成员，离营调查在职责之内。留中待议，无事退朝。沈将军，你女儿给你出的主意不错，但你护得了傅云虚，护得了你全家吗？太子急了，他以前从来不在朝堂外说这种话。惊鸿说的对，他的底牌快打完了。沈将军昨天连夜把调你进专组的文书送到了兵部，他说你要是再丢一次军职，他女儿做的桂花糕就不给你了。他让沈将军说的，我没问。不过沈惊鸿做事从来不提前打招呼，你应该比我清楚。城西桃林，前世这个时候，我正带着跟班在街上纵马，念婉一个人在府里对着布老虎说话。他不知道这片桃林是我欠念婉的。傅哥哥，我们要去看桃花吗？桃林深处有个亭子，可以歇脚。他和以前不一样了。前世他在战场上冲锋陷阵，马车从来只用来运军粮。今生他驾着一辆轻尾马车，车里放着桂花糕和糖炒栗子，带我和念婉去看桃花。你怎么知道这片桃林？以前行军路过一次，那时候是冬天，树都是秃的。我想春天应该会好看。所以你专门记了位置，等春天再带我们来。
傅哥哥好看。开心了？嗯，很漂亮。傅云峥。我前世没有带念婉看过花，那时候我觉得日子还长，以后有的是机会。后来没有以后了。今生有。今天的事不要告诉你父亲，怕我爹知道你又翻墙又摘花，怕他知道我把你们带出城，下次不让我赶车了。傅云峥，你头上还插着桃花呢。春猎是立春后最大皇家盛事，规模远超秋薪，在京文武官员、世家子弟全员必须参与。太子主持春猎，已将猎场布置奏折呈上皇宫。今年新增夜猎，所有参与者需猎场宿营3日。爹，春猎您推不掉，但念婉不能去。太子点名要沈家女眷伴驾，你和你妹妹都推不掉。前世春猎，太子猎场设伏，目标本不是父亲，而是七皇子萧景渊，刺杀被父亲挺身拦下，也因此彻底得罪太子，为日后沈家被诬陷埋下祸板。前世我与念婉都未赴春猎，那时念婉染病在府休养，安稳躲过一劫。可今生念婉身体康健，避无可避。爹，春猎宿营3日，猎场山林复杂，我需要一个人帮我护着念婉。你想让傅云峥去？他是北境专组成员，本来就有资格参加春猎。惊鸿，你跟傅云峥到底什么关系？他欠我一条命，现在在还。姐姐，那边有鹿。念婉，到了营地不许乱跑，除了姐姐和傅哥哥，谁带你去别的地方都不许去。知道了，坏人会装成好人，念婉看得出来。父皇，今夜月色正好，儿臣以为可以提前开始夜猎。各家子弟分成3队，从猎场东西南3面入林，以所获猎物多者为胜。儿臣已让人在猎场深处设了彩头，一柄御赐金弓。夜猎，前世春猎没有夜猎环节，我不知道太子在猎场深处设了陷阱，恐怕这个彩头不是弓，是命。
是我。夜猎你不要参加。太子今晚的目标不是猎物，是七殿下。他会在猎场深处设伏，假装误伤。你怎么知道？我审过太子府的一个外院管事，他交代说太子最近调了一批生面孔进猎场，不是禁军的人。我查过这批人的来历，都是太子从江湖上收买的杀手。我不参加夜猎，但我要你把秦风留在我爹身边。如果太子的人在猎场深处对七殿下动手，我爹一定会去救。到时候他身边不能没有人。已经安排了，秦风跟着你爹，我留在营地。你留在营地干什么？守你和念婉。七殿下玉符，你爹带人把他救出来了。太子的人没得手，但你爹受了伤，不重。秦风正送他回营。和前世一样，父亲替七皇子挡了一支冷箭，伤不致命。但太子的目的本来就不是当场杀死萧景泉，是让父亲在混乱中背上护卫不力的罪名，为后续的弹劾铺路。我爹那边我去处理，你继续守在外面。箭头窜了什么？不是毒，是一种让人麻痹的药，剂量不大，但中箭后伤口会比正常伤难愈合。太子的人不是想要沈将军的命，是要让他带伤参加后续的朝会，伤口反复裂开，被人看出他受伤，却查不出刺杀。前世也是这样，父亲的伤明明不重，却拖了1个多月才好。那时候我以为只是随军大夫医术不精，现在才知道是太子早就算计好的。太子的杀手被傅云峥的人截住了。秦风呢？在外面。傅云峥让他守在帐门口。傅云峥怎么知道太子今晚会动手？他审过太子府的人，前天夜里审的。你告诉他了？告诉他什么？告诉他你为什么会知道太子的每一步棋，为什么你变得不像以前的你。告诉他什么？告诉他，我前世死在破庙墙角，手里攥着他的半块玉佩。告诉他念婉被乱棍打死在我怀里，他连马车帘子都没掀。这些事一件都还没做，他什么都不知道。我也希望他永远不要知道。他不知道，我也不想让他知道。我爹的伤不重，但箭头淬了药，要养一阵子。我让秦风明天回城取药，军医那里应该有解药。你怎么知道箭头淬了药？随军大夫告诉我的。和前世马车里的镇北王一模一样，但那双眼睛不一样。从前冷空漠然，如今已有心之所向。前世的他好像从未如此安静地待在我身边。今晚谢谢。你说过了。刚才没说。去睡吧，天快亮了，今晚不会再有事。他在院子里站了很久，手里攥着什么东西，好像是玉佩。
殿下，周怀在兵部的眼线被拔了大半。傅云峥最近一直在查调部令的事，属下担心他迟早会发现土地庙那边的线索。土地庙那边布置的怎么样了？已经按殿下的吩咐布置好了。土地庙的墙脚下埋了东西，只要有人去挖，就会触发机关。但殿下，为什么要埋在土地庙？那里荒废多年，根本没人去。没人去最好，那东西是留给傅云峥的，他总有一天会查到那。傅云峥，你不是一直想查沈家的案子？那就从土地庙开始查，查到你母亲的遗物那里去。将军，您在调度令上已经看了快2个时辰了。周怀签的调度令，属下也看过，表面上看不出问题。问题不在表面的文字，在于签发的顺序。你看，第一批换防的是雁门关守军，第2批是河兔驻军，第3批才是燕山防线。按照正常的换防逻辑，应该先换燕山，再换河兔，最后换雁门关。因为燕山离敌军最近，换防风险最高，需要最早完成。但周怀把顺序颠倒了过来。将军的意思是，他在故意制造防线缺口？不是故意制造缺口，是故意让缺口出现的时间和太子弹劾沈将军的时间重合。还有一件事，你查过土地庙没有？查了，城东3里坡那个破庙荒废了少说10多年，周围的村民说，最近有人半夜去过，不是乞丐。属下在庙门口发现了新鲜的麻粉和几个脚印，脚印是军靴的纹路。太子的人，应该是，但他们在破庙里藏了什么，属下没敢进去查，怕打草惊蛇。明天我亲自去一趟。这里我明明从未来过，为什么每一块砖都让我觉得不舒服？像有什么东西压在胸口，说不清道不明。我怀里那半块是沈惊鸿当年扯腰带时不小心扯下来的，这半块是谁埋在这里的？为什么太子的脚印会出现在这个埋玉佩的地方？前世他在你怀里咽气的时候，我坐在马车里听着；你跪在雪地里磕头的时候，我连帘子都没掀。
念婉，念婉别怕。惊鸿，我错了，我掀了帘子，我掀了。不是，我没掀，我为什么没掀？将军，周怀，是周怀假传军令，不是我，我没让他们按兵不动。将军是我，秦风，周怀不在这里。秦风，去把沈惊鸿请来，告诉他，我想起来了，全部。沈小姐，将军在城外土地庙找到了半块玉佩，然后他就不对劲了，像疯了一样，一直在刨土，一直在说胡话。他让我来请您，他说他想起来了。他想起来了，他找到了那半块玉佩。前世我攥着它冻死在破庙墙角，今生他把它们拼在一起，然后什么都想起来了。念婉睡了吗？属下不知道。姐姐，念婉乖，姐姐出去一趟，春桃姐姐在外面守着，你好好睡。姐姐早点回来。乖，继续睡。我出去一趟，夜晚交给你。除了我爹和秦风，谁来都别开门。大小姐，这么晚了，您要去哪儿？有了守候。念婉，你妹妹，她是不是为了保护你，被乱棍打死的？你跪在我马车前磕了3个时辰的头，额头磕出血，嗓子哭哑了。我坐在车里，听着你哭，帘子都没掀。你冻死在这个墙角，手里攥着我的玉佩。那天是除夕。你怎么知道的？你死的时候才18岁。我在墙角摸到了这半块，一碰到它，前世所有记忆全部灌进脑子里，每一个画面我都看得清清楚楚。念婉被打死的样子，你跪在马车前磕头的样子，你冻死在墙角手里攥着玉佩的样子。我前世找了他一辈子，想给沈家平反，想找到你，可我太晚了。3年，你死了3年，我才知道后悔。
景洪，对不起，钱是欠你的，欠念婉的，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不掀帘子，我以为沈家真的谋逆，我以为你只是在求我免你一死，我不知道念婉也在，我不知道你们已经什么都没有了。前世他是镇北王，铁血手腕，杀伐果断，眼泪这种东西和他没有关系。今生他是少年将军，沉默冷硬，翻墙送花都不肯多说一句软话。傅云峥，前世的事你还没有做过，你还没有不掀帘子，还没有看着我冻死在这里，那些都是前世的你。今生的你翻了我家围墙，给念婉送桂花糕，替我爹挡箭，为了去城南追我丢了军职。你欠我的，今生的你已经还了。还不清，那你就慢慢还，今生还有很长。还有一块在哪里？不知道，也许在太子手里，也许还在某个我们找不到的地方，但慢慢找，总会找到的。将军，您的手。没事，回城。吃了再走，你3天没吃东西了。念婉，他怕不怕我？前世的事，他会不会知道？他什么都不知道，只记得傅哥哥送他桂花糕，带他看桃花。傅哥哥，还有那把你亲手送他的小木刀。以后他想去哪里，我陪他去；想吃什么，我给他买。他喜欢桃花，明年春天我带你们去看；他喜欢桂花糕，我去学。他想要什么，我都给他。我欠他一条命，钱是欠的，这辈子还不清也得还。你不用这样，你不欠念婉的。前世他在你怀里咽气的时候，我坐在马车里听着；你跪在雪地里磕头的时候，我连帘子都没掀。她是你妹妹，是你护了一辈子的人，我欠你一条命，欠念婉一个家。以后你们去哪里，我就去哪里；你们想做什么，我就帮你们做什么。他以前护我是因为好奇，是因为觉得我变了；现在他护我是因为愧疚，是因为前世的债。但不管是哪种，他都不会走了。粥喝完，碗放在石墩上就行，明天早上我来取。将军，您3天没合眼了，先睡一觉吧。睡不着。那属下给您打盆水洗脸，您手上还有血。
将军从破庙回来之后就不太对劲，以前他也沉默，但沉默里是冷静，现在他沉默里装着什么东西，太重了，重到他整个人都沉下去了。秦风，你信不信前世？将军，属下没读过什么书，不懂这些，但属下信您，您说什么属下都信。姐姐，你昨晚去哪里了？出去办了点事。姐姐的手好凉。没事。姐姐不要难过，夜晚给姐姐唱歌。我有一段情如梅花浓浓浓浓花浓悠悠。念婉，你不知道，前世有人欠了你一条命，但那个人现在说要还你一辈子。将军以前护沈家是职责，赵姬的死恋是关心，现在他护沈家像是在赎罪。虽然他不说，但他看沈大小姐和沈二小姐的眼神和以前完全不一样了。以前是专注，现在是亏欠，深到骨子里的亏欠。将军，你已经5天没睡超过2个时辰了。您手上的伤还没好，再这样下去身体会垮。我没事，将军，属下跟了您6年，从来没见您这样过。您在破庙里到底看到了什么？以前忘了，现在想起来了。想起来之后就不能再忘。和沈大小姐有关。和沈二小姐也有关。傅云峥最近怎么回事？以前他巡逻1天2次，现在1天4次。我昨天半夜去院子里透气，看到他还在围墙上坐着。他不是北境专组的人吗？专组那边不用做事？专组的事他在做，军报每天按时送，调度令也都签了。巡逻是额外加的。额外加的？他不用睡觉？你不用每天都守4个班。太子最近没什么动作，沈家暂时安全。太子的暗棋不止周怀一个，
兵部还有一个没揪出来的内线，禁军副统领底细未清，他安静不是收手，是在等下一轮机会。那你也不用守到后半夜。你自己说的，在城外多调了2队人，人手够了。人手不够。我不在的时候，念婉被绑过，你在城南庄子被堵过。太子要的不是胜利，是我松懈的那一次。我不会再给他那一次。他说不会再使，眼里不是愤怒，是恐惧。他在怕再一次来不及。傅云峥，前世的事已经过去了，今生你没有欠我什么。前世你没有欠我什么，我仍在军营门口看你3年。现在换我，你不用还，是我自己要站的。那你站吧，站累了来侧门拿桂花糕。你的手记得换药，药膏在侧门石墩上，我放那里了。他怎么知道我睡不好？他在墙外听了多久？江南水患，民不聊生，恶殍遍野，一子而食。他触动机关，在破庙待了3天3夜，活着回来了。属下查不到他所见，但他行事异常，巡逻加倍，增兵沈家。他没死就是变数，必会追查玉佩线索。周怀处理干净了吗？回大人，周怀走不远便清理掉。传令北境，换防时制造哗变，规模如雁门关。这次栽赃傅云峥。是。太子要把北京哗变的罪责全扣在傅云峥头上。这段时间谣言足以席卷朝堂，傅云峥连自证的机会都没有，此计比杀他更狠。弹劾傅云峥在军务交接期间擅离职守。傅云峥滞留土地庙3日，渎职欺君。父皇，弹劾傅云峥的折子里提到，他在城外一座破庙待了3天3夜。诸位可想过，他为何要去那座破庙？那座破庙的墙脚下埋着半块伪造的传国玉玺残片。太子殿下，您应该比我清楚那半块玉玺的来历。七弟，你在胡说什么？我没有胡说。傅云峥找到的残片与当年太子府失窃那半块断口完全吻合。鉴定报告今日下午便送至御前。你为什么要现在提玉玺的事？因为太子已经动手了，他在北境安排了哗变，军报1个月后就会到京城，到时候你会被弹劾的更惨。与其等着挨打，不如先把他的底牌掀开。那半块玉玺是你找到的，你对沈家的恩情，沈京寒知道，沈将军知道，我知道，但你不用一个人扛，他也不会让你一个人扛。
北境换房的调度令上多了一个新名字，周怀被撤了，接替他的人叫孙平。这个人我前世没见过。太子的暗棋不止周怀一个，孙平是兵部侍郎的学生，5年前被太子安插在边境。周怀只是明面上的弃卒，孙平才是真正负责哗变的人。哗变？太子要在北境制造哗变，然后把罪名扣在我头上。军报1个月后到京城，到时候我不在边境，无法自证清白。你要去北境？我不去。我去了，京城这边你和聂婉没人护着，太子就是想让我走，我偏不走。北境哗变的事儿，我让秦风去查，专组那边有7殿下盯着，只要找到他伪造哗变的证据，孙平在边境藏不了太久，太子的局就不攻自破。你不走，太子会继续弹劾你。让他弹，军职可以再正，你和聂婉不行。你有病吧？也许吧。你今晚不是应该在专组开会吗？开完了，孙平的底细查清了。查清了你不回去睡觉，翻墙进来干什么？想跟你说几句话。你说。孙平的事我已经让秦风去办了，如果一切顺利，1个月斗能拿到他伪造哗变的证据。到时候太子在北境的暗线会被全部拔掉。但这件事之后，我想跟你讨一样东西。什么东西啊？你之前说换房结束之后要带聂婉去江南，我想跟你们一起去。不是以专组成员的身份，不是以护军的身份，是以傅云庄的身份。我想跟你们一起去江南，开那家糕点铺。你上次说，想让有一辈子都能吃上桂花糕，我想学。你一个堂堂镇北王，跟我去江南开糕点铺？镇北王是前世的，今生我只是一个寒门出身的武将。前世我把军职看得比命还重，错过了太多东西。今生我不想再错过了。好，等太子的案子结了，沈家平反了，我带你去江南。糕点的配方我可以教你，但桂花糕不行。桂花糕是聂婉的专属，你只能给他打下手。傅哥哥，你为什么不进来呀？姐姐说你不是坏人，可以进来的。你姐姐说我不是坏人。姐姐说你以前很坏，但现在不坏了。聂婉觉得姐姐说的对。你姐姐说的对，
我以前很坏，坏到不配进你们家的门。那傅哥哥以后会变好吗？会，我会一直对你们好，一辈子。你姐姐去哪里我就去哪里，谁欺负你们就打谁。那傅哥哥可以娶姐姐吗？夜晚在街上看到新娘子都是被新郎抱上花轿的，姐姐被坏人欺负的时候都是一个人扛着，夜晚太小了扛不动。夜晚，这句话你姐姐听到了会不高兴。不会的，姐姐每次看到傅哥哥送的东西都会偷偷笑，夜晚看到好几次了。沈念婉，谁让你跟傅哥哥说这些的？没人教，夜晚自己想的。姐姐你脸红了。念婉不懂事，瞎说的，你别往心里去。我知道，但他有一点没说错，我可以帮你扛。你已经扛了，换房的事，太子的案子，北境的哗变，你一个人扛了太多，以后不用这样。我们是盟友，不是你一个人的赎罪。不只是赎罪，钱是欠你的，我这辈子慢慢还。但今天来送松针，不是因为欠你，是因为想送。傅将军动作比我预想的快，我本以为还能再拖3天，3天够你把玄铁的冥僧烧完，但你烧不完太子给你的密信。我弟弟在太子卫队里当差，太子说只要我帮他把事情做成，就让他进禁军。我弟弟从小身子弱，进禁军是他这辈子最大的念想。傅将军，你说人为了家人能犯多大的错？你为了弟弟犯的错，不应该由沈家来承担。沈策也有2个女儿，大女儿为了护着妹妹，连命都可以不要。太子的妻子是人，沈家的人也是人。你弟弟想进禁军，沈念婉才8岁。父皇，臣要弹劾太子。太子打算造反。七弟，你血口喷人！臣有证据。传禁军副统领。传禁军副统领。造反的事情你认不认？臣认罪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太子参与造反，革职软禁东宫；禁军副统领革职下狱。玄铁案移交3司会诊，钦此。陛下圣明。玄铁的身份是禁军副统领。你什么时候开始怀疑他？上次查换房调度令的时候，周怀签的所有调度令都绕过了禁军的审核程序，但调度令要生效，必须经过禁军副统领签批。周怀一个人做不到，他上面一定还有人。皇兄，禁军副统领已经全部交代了：伪造军令、私通敌国、陷害忠良、策划哗变。每一项罪名都证据确凿。你是来审我的，还是来送我上路的？我是来告诉你一件事。当年你伪造传国玉玺准备篡位，叛乱失败后把玉玺打碎，一半藏在城外土地庙，
另一半藏在你东宫的暗阁里。那半块玉玺已经被傅云峥找到了，他拿着它去见了父皇。傅云峥，又是傅云峥！我布局这么多年，最后毁在一个寒门出身的武将手里。他从什么时候开始查玉玺的？你把他母亲的遗物埋在破庙墙角，想用机关要他的命，但你大概忘了，你的陷阱对他来说只是一道矮墙。我算计了这么多年，最后输给了一个翻墙的将军。赐惠酒，留全尸，这是父皇最后的仁慈。走吧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太子萧景玉参与谋反，不顾百姓生死，朕念社稷安危，废太子萧景玉为庶人，赐朕酒，以留全尸，其余党一体查查，钦此。陛下圣明。启殿下，老夫戎马半生，见过无数生死，但今日拿到这份诏书，比打赢任何一场仗都重。前世父亲被砍头之前最后一句话是：我沈策无愧于朝廷，只愧对我的2个女儿。今生他终于等到了这份诏书。姐姐不哭，念晚给你吃糖。念晚，爹爹没事了，我们都没事了。念晚知道。惊鸿，这棵树是你娘当年种的，她说等树长大了，你们姐妹也就长大了。现在树长大了，你们也长大了，你娘要是能看到今天，该多好。爹，娘看到了，她在天上看着我们。副将军，老夫今天叫你来，不是为了军务。末将知道。你从什么时候开始翻我家围墙的？围猎金马之后，那天晚上，末将在围墙上做了一整夜，天亮才走。
为什么？因为沈小姐那天在猎场上护着妹妹往后退的那一步，末将见过很多人在生死关头的反应。从那天起，末将就知道她不是以前那个在军营门口调戏人的沈惊鸿了。老夫这辈子最对不起的人就是惊鸿他娘。他娘走的时候，惊鸿才7岁，念完刚满月。以后你打算怎么办？末将想跟沈将军讨一份差事，江南糕点铺正在筹备开春开张，末将想跟他们一起去。铺子后院留了一块空地，够末将每天练刀。末将不会打扰他们，只是想守在他们身边。那块空地有多大？几步宽。够你练刀吗？你这一身功夫浪费可惜。够。以后不用再打仗了。傅云峥，老夫把2个女儿交给你。不是因为你帮沈家翻了案，也不是因为你替老夫挡过太子的剑，是因为惊鸿每次提到你的时候，眼里的东西和提起别人不一样。他以前眼里只有念婉，现在多了一个人。末将这辈子不会再让他受任何委屈。我爹跟你说了什么？他说你眼里现在多了一个人。姐姐，傅哥哥跟我们一起走吗？跟，他已经在门口等了。那爹爹呢？爹爹要留在京城，圣上让他继续管北境的军务。等过年的时候，爹爹会来江南看我们。爹爹，夜晚去江南了，过年的时候你一定要来。姐姐说江南的桂花糕比京蒸的好吃，夜晚给你留一盒最大的。去吧，听姐姐的话，不要乱跑。这是今天的春水。你每周削一只，削了多少了？从破庙回来那天开始，到今天刚好30只。欢迎品尝。哇，这样呀！大小姐，傅将军在隔壁买栗子，他好像跟卖栗子的老板聊上了，聊了好一会儿了。他聊什么？好像在问怎么炒栗子，糖放的少，还不糊锅。傅哥哥，铺子里的桂花糕快卖完了。姐姐说今天第一天开张，要卖够100块才能收工，现在已经卖了83块了。你去吃栗子，剩下的我帮你卖。这后生真俊。
怎么样？糖放少了，红豆泡的时间不够，有点硬。明天多泡半个时辰。傅哥哥做的好吃。今天练的是什么刀法？看着不像北京的路数。不是北京的，是自己琢磨的。北京的刀法大开大合，适合战场。现在院子只有几步宽，不需要大开大合，只需要稳，护住你，护住聂婉就够了。你以前在北京练刀，嫌弃这个嫌弃哪个？现在几步宽的院子就满足啦？以前只有我一人，现在有3个，几步宽就够了。聂婉又长高了啊！姐姐，茉莉花开了。傅哥哥去年说茉莉花开的时候要干什么来着？他说要给你扎一只木头兔子，兔子耳朵到现在还没削对称。不是兔子，他说茉莉花开的时候要娶姐姐。我是说过，但前提是你姐姐愿意。相思纹，削了3年，今天第一次刻出来。以前觉得4个纹够用，后来发现不够，还有一个纹4季轮不到，得单独刻。你什么时候学会刻这么细的纹路？练了3年，今天早上觉得可以了，就把这只削了出来。不是催你，只是先削好，放在你这里。你什么时候想好了，什么时候告诉我。傅云峥，这第4块，你一直带着？一直带着，从重生那天起就带在身上。前世我攥着它冻死在破庙墙角，你找了它一辈子没找到，它一直在你找不到的地方，在我手里。我在等你把前3块拼好，然后问我第4块在哪里。等了3年，你一直不好意思开口。为什么今天才拿出来？因为今天你的兔子终于削对称了。你等我3年，就为了等我把兔子削对称？不对称的兔子不配娶我。那我现在可以问了吗？问什么？第4块玉佩找到了，可以成亲了吗？可以。
傅哥哥，姐姐交给你了。你要是对姐姐不好，夜晚就让爹爹打你。约定是你找到第4块玉佩就成亲，我让你找了3年，后悔吗？不后悔。等3年，换你亲手把第4块放在我掌心，值得。前世我欠你一条命，今生我用1辈子来还。往后余生，不会让你们再受一点委屈。好好待他。